拿到健检报告发现总胆固醇超标时，我们往往第一反应是紧张害怕，很多人下意识地怪罪饮食中的胆固醇，觉得一定是吃了太多富含胆固醇的食物，于是从此对蛋黄、虾蟹等海鲜以及动物内脏敬而远之，仿佛它们是血管的头号杀手。但真相其实没有这么简单，每天摄取的一点胆固醇真的会让血液胆固醇飙升吗？科学家早有惊人的发现，真正让血胆固醇升高的元凶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食物。先来破解一个迷思，饮食中的胆固醇对血胆固醇的影响其实相当有限，人体中的胆固醇有大约70%以上是由肝脏自行制造的，只有2-3成来自吃进去的食物。而我们身体制造胆固醇的开关主要取决于饮食中的饱和脂肪含量，如果长期吃很多富含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的东西，肝脏就会像接到命令一样制造出更多坏胆固醇。这些坏胆固醇会在血管壁堆积，久而久之造成动脉粥样硬化，引发心脏病、中风等可怕疾病。相反，如果你只是吃了较多含胆固醇的食物，但是总脂肪和饱和脂肪摄取不高，身体其实会自动平衡调节，减少自己合成的胆固醇。不少最新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。2015年，美国的膳食指南甚至取消了每天摄取胆固醇必须低于300毫克的限制，等于官方承认适量摄取胆固醇并不会直接提升血液中的胆固醇。也就是说，适量吃蛋黄和海鲜其实无妨，每天吃上1-2颗蛋及尾虾都不会让你的血管变堵，反而过分恐惧胆固醇会导致营养不均衡，例如蛋黄不吃就错失了其中丰富的卵磷脂和维生素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胆固醇含量极高的食物可以无限制的吃。大量食用动物内脏、猪油、牛油等的确会让胆固醇飙升，因为这类食物除了胆固醇高，也充满饱和脂肪，很容易让血脂上扬。如果每天拿猪肝当饭吃，胆固醇指数肯定居高不下，但一般人其实很少如此极端。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日常饮食中一些隐形的加分项，它们本身胆固醇不一定高，甚至看起来和胆固醇八竿子打不着，可吃下肚后却会促使体内坏胆固醇升高。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探讨10种最容易让胆固醇升高的食物。别再冤枉无辜的蛋和虾了，真正该少吃或戒掉的就是以下这些美味陷阱。1. 油酥点心。清晨的面包店里，诱人的牛角面包和金黄酥脆的菠萝油正向你招手。许多人以为不吃培根火腿，改吃面包当早餐就很健康，但事实恰恰相反。牛角包、酥皮面包这类油酥点心是隐藏的胆固醇帮凶。它们虽然不含多少胆固醇，甚至可能完全不含，却富含促使肝脏制造胆固醇的坏东西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。为了烤出层层分明、入口即化的酥松口感，牛角包的面团中揉进了大量奶油。一个中等大小的牛角包脂肪含量往往超过12克，其中饱和脂肪就占将近一半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小小牛角包就含有约6克以上的饱和脂肪，可能已达到你一天饱和脂肪建议上限的3到4成。相比之下，一颗全蛋的饱和脂肪不到2克，也就是说，一个牛角包的饱和脂肪含量等同于3到4颗蛋黄。如果面包店偷懒使用部分氢化植物油，也就是俗称的人造奶油来制作酥皮，那就更糟了。反式脂肪也会偷偷混入，反式脂肪对心血管的危害比饱和脂肪更狠，会同时提高坏胆固醇，降低好胆固醇，是动脉硬化的快速推手。再说说香港茶餐厅经典的菠萝油，酥脆香甜的菠萝包夹上一大片冰凉的牛油，一口咬下去，甜香和油香在口中爆开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滋味绝佳的一颗菠萝油等于吃下半块牛油。面包本身已加入大量奶油和糖，再加上一片高饱和脂肪的黄油，其实就是在吃油配糖。如此高的热量和脂肪组合，当然会让血脂一路狂飙。许多人冤枉以为是早餐蛋里的胆固醇让自己指数升高，但回顾一下，是不是每天早餐盘子里的面包更可疑呢？长期爱吃酥皮点心当早餐或零食的人，坏胆固醇偏高却不自知。当我们咬着松软香甜的牛角包时，血管里的胆固醇小恶魔可能正在窃笑。
所以胆固醇高的人千万要管住嘴，少碰这些用黄油含酥油堆砌出的点心，偶尔解馋可以，但别天天当主食。如果真想吃面包当早餐，不妨改选全麦吐司或欧式杂粮面包，加点蛋白质和蔬菜，更有助于健康。2. 鲜奶油蛋糕与奶油甜点。生日派对上美丽的鲜奶油蛋糕，下午茶桌上精致的小泡芙和奶油卷，是很多人难以抗拒的罪恶甜点。但大家往往只想到它们的高糖分，而忽略了鲜奶油其实是高脂雷区。别看蛋糕上的奶油霜雪白轻盈，其实那都是动物性鲜奶油高速打发的成果。鲜奶油的主要成分正是牛乳脂肪，也就是富含饱和脂肪的乳脂。以鲜奶油蛋糕为例，一小块抹了厚厚奶油的蛋糕所含饱和脂肪可能比一只大鸡腿还多。用来制作鲜奶油的奶油脂肪含量通常在30%到 40%， 其中大部分又是饱和脂肪。一茶匙奶油也许看起来无害，但当整个蛋糕涂满奶油霜，边上再挤满一圈奶油花时，那可是一场饱和脂肪的盛宴。许多人一不小心就吃了2大块蛋糕下肚，等于摄入惊人的饱和脂肪和糖分组合。这不仅让坏胆固醇节节上升，还会导致甘油三酯升高，使血脂问题雪上加霜。除了传统蛋糕，一些西点如拿破仑酥、泡芙、奶油卷等也充满鲜奶油内馅，蓬松香滑的馅料入口即化，带来巨大愉悦感，但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我们的血管埋下隐患。我们常以为只是吃了甜食，怎么胆固醇也高了？其实大量饱和脂肪早已通过奶油钻进体内，尤其市售蛋糕常为节省成本，使用部分植物性起酥油混合奶油，口感虽然一样顺滑，但可能因此含有反式脂肪。长期爱吃高奶油甜点的人可要留意血脂变化了。想解馋又不想胆固醇飙升怎么办？可以选择一些相对低脂的甜点来替代，比如水果、优格、豆花，或在甜品上只点缀少量鲜奶油，而不是满满一层。庆生切蛋糕时也建议浅尝即止，把多余的奶油刮掉再吃。甜点的美味虽好，心血管的健康更重要，千万别为了一时口福让血管默默受苦。3. 冰淇淋等高脂冷饮。炎炎夏日，一球香草冰淇淋或一杯浓郁奶茶往往让人心旷神怡。然而对胆固醇偏高的人来说，冰淇淋这类冷饮甜品也是暗藏风险的陷阱。大多数人想到冰淇淋只担心它的糖分，怕吃多了发胖，血糖升高，却忽略了冰淇淋里其实满满都是奶油和椰油。为了呈现幼滑浓郁的口感，冰淇淋通常以全脂牛奶加鲜奶油作为基底，有些品牌甚至额外添加椰子油或棕榈油来增添奶香。这些原料无疑不是高饱和脂肪的来源。想象一下，一杯绵绵冰淇淋奶昔可能就含有超过10克的饱和脂肪。如果是特浓型冰淇淋，使用大量动物性奶油，饱和脂肪含量更是惊人。更别提不少人喜欢在奶茶或咖啡中加一球冰淇淋，变成所谓的鸳鸯奶茶或冰淇淋咖啡。这样一杯饮料入口，又是糖又是脂肪，对血脂的冲击不容小觑。长期下来，你的坏胆固醇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升高。更需要留意的是，许多平价冰品为了降低成本，常用一种称为植脂末的植物油粉末来取代部分乳脂，标榜奶味更香浓。但植脂末主要原料之一正是氢化植物油，反式脂肪含量往往很高。一些双麒麟和泡沫红茶店的冰沙饮料就是靠添加奶精增稠增香。这种为口感妥协的做法，无形中让消费者喝下大量对心血管有害的脂肪。我们以为吃的是凉爽甜品，实际却吞进一堆让血管堵塞的油脂。难道为了健康就要跟冰淇淋绝缘吗？倒也不必如此严苛，但务必要控制频率和分量。胆固醇或血脂偏高的人，请把冰淇淋当作偶尔奢侈的享受，每次浅尝一小杯即可，别天天吃，顿顿吃。也可选择以水果为基底的雪糕、冰棒，虽然糖分仍需节制，但至少没有那么多饱和脂肪。喝奶茶则尽量避免加冰淇淋或鲜奶油的浮夸组合。融化的冰淇淋进入血液时，可不是清凉，而是令人头疼的脂肪沉淀。4. 油炸食物。
谈到让胆固醇升高的饮食，怎能少了众所皆知的油炸食物？许多人知道炸鸡、薯条不健康，但可能不清楚其中的细节。经过高温油炸的食物，除了表面挂着一层油，内部其实也吸满油脂。而炸食品常用的油，往往是饱和脂肪比例高、安定性强的油脂，例如猪油、牛油、棕榈油。这意味着每吃下一口香酥炸物，就等于吞下一大口饱和脂肪。以炸薯条为例，把马铃薯条放进高温油锅，水分被逼出，油脂则大量进入薯条，结果炸好的一份中薯条，脂肪含量可能高达15克以上。其中饱和脂肪多少取决于炸油种类，如果快餐店用的是棕榈油，薯条里将带有可观的饱和脂肪。此外，由反复高温使用还会产生部分反式脂肪酸。早年的素食店甚至使用氢化油来炸，薯条一度成为出了名的反式脂肪炸弹。如今，多数店家改用植物油，但炸物仍然避免含有大量饱和脂肪和热量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没吃什么高胆固醇食材，却胆固醇依然高，回想一下，是不是每周都少不了几次香酥可口的炸鸡、咸酥鸡、天妇罗？它们可是坏胆固醇的温床啊！除了薯条、炸鸡这些主菜类的油炸食物，别忘了一些小吃零嘴其实也是在油锅里浸泡出来的，比如炸鱼片、虾片、春卷、天妇罗、海苔等等。就连看似轻飘飘的米通、印度薄饼，也都是炸出来的酥脆口感，吃进肚里难免附带不少油脂。血胆固醇高的人必须严控油炸食品的频率。营养师建议，若平常习惯每周吃上3-4次炸物，应逐步减少到每周最多1-2次，才能让你的血管负担不至于越来越重。当真嘴馋想吃酥脆口感时，可以尝试用空气炸锅或烤箱代替油炸，或用少量橄榄油来煎炒，而非将食物泡在油锅里。另外，多利用清蒸、水煮、炖煮等烹调方式，也能大幅降低油脂摄取量。再美味的炸物，也比不上畅通无阻的血管更令人体舒畅。5. 速食面与油炸零食。当你为了图方便冲一碗泡面当宵夜，或无聊时拆开一包洋芋片大快朵颐，你也许没意识到这些不起眼的速食和零食正偷偷推高你的胆固醇。它们有个共同点，就是制作过程都经过油炸，而且通常使用价格低廉但饱和脂肪高的油脂。先说方便面，也就是常说的即食面。许多即食面的面饼其实是油炸面，制面后炸过以去除水分，延长保存期。所以你手上干燥的面块其实早已吸足了油。一包普通泡面的脂肪含量可能高达15到20克，更别提调味包里通常附上一包油料或含有椰子油、棕榈油的粉末。煮好一碗泡面入口，简单方便又满足，但也为你的血液送去了大笔饱和脂肪和热量。有些人天天午餐吃泡面，结果几个月后体检发现胆固醇上升，还纳闷自己明明只吃面没碰高胆固醇食材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祸首正是面里隐藏的油脂。再看看大家爱不释手的薯片、洋芋片，薄薄一片马铃薯片看似无害，但它可是经高温油炸才变得如此香脆。一小包50克洋芋片，脂肪含量往往有15克左右，其中不少是饱和脂肪。吃完一包薯片，大约等于喝下3大匙食用油。更糟的是，许多廉价零食生产过程未使用优质油，有的可能还采用部分氢化植物油，因此含有一定反式脂肪。常把洋芋片、虾味鲜这类杂物零食挂在嘴上的人，坏胆固醇不高才怪。此外，不少看似烘烤其实油炸的零嘴也需要注意，像是米果、锅巴、洋葱圈等等，包装上未必标明油炸，但成分常显示添加植物油，而口感酥脆的多半脱不了油炸的命运。如果你正努力控制血脂，逛超市时记得管住自己拿零食的手。真想吃也请选择烘烤或气炸制成的产品，并控制分量。吃零食时不妨搭配茶或白开水，放慢速度，避免一不留神一整包吃光。总之，速食和零食的便利与美味背后，是你的血管在默默承受压力。减少油炸泡面和洋芋片类食品，是控制胆固醇的重要一步。与其天天泡面配薯片，不如改成燕麦配坚果，既健康又有助降胆固醇呢。6. 高胶质动物部位
华人饮食文化中，凤爪、猪脚、牛筋这些富含胶质的食材深受喜爱，许多人相信吃它们能补充胶原蛋白、美容养颜。然而，对胆固醇高的人来说，这些 Q 弹滑嫩的胶质美食却是一把双面刃。鸡爪和猪脚本身的胆固醇与脂肪含量都不低，再加上常见烹调方式容易让人过量摄取，反而可能让血脂升高，得不偿失。以凤爪为例，鸡脚皮多肉少，将近 60% 的热量来自脂肪，大约4到5根鸡爪所含的胆固醇约有80到100毫克，并不算特别低。而且鸡爪滑嫩的口感正是来自皮下丰富的脂肪，无论卤鸡脚还是泡椒凤爪，不少人一高兴能连磕一盘，胆固醇和饱和脂肪的摄取量就相当可观。猪脚的情况也类似，满满的胶质中藏着厚厚的油脂，一只中等大小的猪脚所含的脂肪和胆固醇可能抵得上好几碗卤肉饭，更别提烹调时通常还加入大量酱料糖分，甚至经过油炸，热量和负担一再攀升。曾有新闻报道，不少女士为了养颜，每天炖猪脚汤，餐餐来份凤爪，结果体重猛增，胆固醇飙高。吃胶原并不能直接变成你的胶原，反而先变成了你腰间的肥肉和血管里的油垢，这绝非我们想要的结果。因此，这类胶质食品偶一为之无妨，但千万别迷信以形补形而大量进食。痛风患者更要特别注意，凤爪、猪脚的嘌呤含量也很高，不宜多吃。想补充胶原蛋白，其实有其他更健康的途径，比如鱼皮、嫩鸡胸、豆制品等。另外，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蔬菜，也能促进体内胶原合成。总之，别让胶质迷失害了心血管。那些看似营养的胶质大餐，很可能正是让你胆固醇居高不下的隐形杀手。7. 植脂奶精。许多爱喝咖啡奶茶的人，对奶精这个东西一定不陌生。无论是3合1即溶咖啡里的奶香，还是手摇店浓郁的奶茶，那特殊的奶味来源常常不是牛奶，而是所谓的植脂末，也就是俗称的奶精。奶精听起来跟奶有关，其实完全不含牛奶，它的主要成分是氢化植物油，搭配一些葡萄糖浆和香料，经过工厂高科技手段制成粉末或液体。正因为用了氢化油，奶精往往富含大量反式脂肪，对心血管健康构成极大威胁。想象一下，你每天早上喝的3合1咖啡很香浓方便，但其实你冲开的不只是咖啡，更是一杯隐形的反式脂肪油。长期每天2-3杯3合1的人，坏胆固醇很可能悄悄升高。再看港式奶茶那醇厚的口感，不少是通过奶精或淡奶调制出来。淡奶本身就是含糖高脂的浓缩奶。外卖手摇的珍珠奶茶，有些号称牛奶茶用的是鲜奶，但更多的平价款则直接使用植脂末调和茶汤，成本低又香浓。喝下一大杯后，你得到的奶香是假象，饱和与反式脂肪却是真真切切。植脂末除了在饮料中使用，还常见于即溶浓汤粉、奶茶粉等加工食品。因为价格低廉又能提升口感，所以被广泛添加在各式产品里。对一般人来说，偶尔吃到一点奶精无伤大雅，但高血脂族群真的要敬而远之。反式脂肪会让血液中坏胆固醇上升，胆固醇下降。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呼吁全球消除反式脂肪，就算标榜不含反式脂肪的植脂末，其所含的饱和脂肪也非常高。例如，许多植脂末以棕榈油为原料，而棕榈油富含饱和脂肪，同样会让胆固醇上升。解决方法其实很简单，还原纯粹。想喝咖啡就加少量鲜奶或低脂奶，千万别涂方便冲含奶精的即溶包。爱喝奶茶就选真正以牛奶冲泡的款式，或者干脆自己在家用茶叶加鲜奶煮奶茶。奶制品虽含部分饱和脂肪，但至少不含反式脂肪，而且还有钙质和蛋白质。一旦戒掉习以为常的奶精，你会发现真正的茶香、咖啡香其实更加迷人。8. 半肥瘦绞肉和肥肉类，民以食为天，而肉类是日常三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对胆固醇偏高的人来说，吃肉特别要聪明，挑选部位和烹调方式。肥肉和肥瘦各半的绞肉就是餐桌上的隐形陷阱之一。
许多人以为没吃油炸也没碰奶茶，怎么胆固醇还是高？其实你可能忽略了菜肴里的隐形肥油。想象妈妈在厨房包饺子的情景，为了馅料鲜美，多半会用半肥瘦的猪绞肉，也就是肥肉和瘦肉各一半的绞碎肉。这样包出的饺子咬下去油滋滋很香，但对高胆固醇人士而言，每一口都是负担。猪肉的肥肉部分含有极高的饱和脂肪，半肥瘦绞肉脂肪比例往往超过 30%。每吃下一颗饺子，你不只是摄取蛋白质，也把猪油一并送进肚里。长期如此，坏胆固醇怎能不上升呢？不只是饺子馅，许多传统美食为了美味，也喜欢用肥肉提香。比如红烧肉爱选肥嫩的五花肉，卤肉饭讲究肥瘦均匀，肉燥要有猪油爆香，甚至有人炒青菜习惯下一小坨猪板油提味。肥肉虽香，却是导致血脂异常的一大元凶。吃下一块肥滋滋的东坡肉，可能抵掉你一天大半的饱和脂肪摄取量。难怪每逢年节大鱼大肉后，不少人血液检查发现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都飙高。牛肉和羊肉里的肥油也不容小觑，像羊肉炉、牛腩包这些带皮带筋的浓郁菜肴，一不小心就吃下过量饱和脂肪，还有西式料理里的培根和汉堡肉。培根本身脂肪就极高，还常煎到酥脆吃，油都进肚了。汉堡排若用3成肥、7成瘦的牛绞肉，再煎成多汁肉饼，那断面流出的每一滴肉汁，想想都是油啊。难道胆固醇高就只能吃干巴巴的瘦肉吗？其实巧选部位，控制分量，还是能吃得美味又安心。营养师建议，高胆固醇者应以鱼肉、鸡胸肉、去皮、鸡腿等较瘦的肉类为蛋白质主力。如果吃猪、牛羊，也尽量挑里脊、后腿、牛腱等瘦肉部位。烹调前先修掉可见肥油和鸡皮。绞肉可以要求摊贩全瘦下去，绞或自己买瘦肉回家剁碎，避免市售绞肉里掺太多肥油。每天肉类摄取量也要适当，热量过剩的话，就算是瘦肉也可能转化成血脂。记住，肉类只是菜色的一部分，多搭配蔬菜和全谷杂粮，才能均衡又助降血脂。9. 饼干与糕点。午后茶时间，许多人喜欢来几块小饼干配咖啡，或嘴馋时拆包夹心酥饼来吃，觉得只是点心应该无伤大雅。但其实饼干也是胆固醇的隐藏推手之一。别看一片饼干小小薄薄，其实制作时可能用了大量奶油、起酥油或棕榈油，才能烤出酥脆的口感。以常见的牛油曲奇饼干为例，那浓郁奶香正是高比例奶油的结果。一盒曲奇的成分表里，奶油和砂糖往往名列前茅。吃几片曲奇，你摄入的饱和脂肪和胆固醇一点不比吃肉少，尤其用了大量奶油的配方。再看夹心饼干，饼干皮本身含油，夹心内馅更是糖加植物油的混合，一口咬下双层夹心的美味，坏胆固醇也随之偷偷爬升。许多工厂制造的糕点派饼，为了延长保存和保持酥松口感，都会加入部分氢化油，也就是反式脂肪。比如某些沙琪玛、千层派，虽然吃起来没明显奶油味，但其脂肪含量依然惊人。另外别忘了，它们还含有丰富的精制糖，高糖摄入过多也会降低好胆固醇，诱发血栓风险。糖加不良脂肪的组合，可谓对心血管双重打击。这并不是说从此饼干糕点一口都不能碰，而是建议减少频率，改变选择。偶尔嘴馋时，建议改吃全麦消化饼干或坚果棒这类相对健康的零食，来取代纯奶油饼干。自己烘焙可以试着用橄榄油、酪梨等替代部分奶油，降低饱和脂肪。吃饼干时也别一边追剧一边无意识猛吃，先定好只拿2片，慢慢品尝。健康的生活不是没有零食，而是懂得聪明取舍。当你意识到饼干里的油脂可能比一块五花肉还多，就会更珍惜自己的血管，不再对零食来者不拒了。总而言之，胆固醇过高并不代表要跟美食绝缘，但饮食上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。许多人过去一提到降胆固醇，就拼命不吃蛋不碰海鲜，结果舍本逐末，反而放过了真正的黑手。本篇介绍的这10种食物，从酥皮面包、奶油蛋糕到杂物、零食、奶精、肥肉、饼干，
它们的共通点就是富含让胆固醇升高的坏油脂。面对它们，请提高警觉，务必节制。最后给大家几个实用的饮食原则：少油、好油、多纤维。少油就是控制高油高脂食物的摄入频率，能不吃就不吃，特别是饱和和反式脂肪高的东西要尽量避免。好油，只用油选择上多用橄榄油、芥花油等富含不饱和脂肪的植物油，代替动物油和氢化油，烹调以清淡方式为主。多纤维则是要多吃蔬果和全谷杂粮，因为水溶性纤维有助排出体内多余胆固醇，也能增加饱足感，避免乱吃零食。搭配规律运动和良好生活习惯，就能有效压下坏胆固醇，守护心血管健康。记住，真正决定血管命运的不是一两颗蛋黄，而是你长期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。当我们选择远离那些让胆固醇节节攀升的食物，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血管减负。从今天开始，善待你的血管吧，养成正确的饮食习惯，当自己的盟友高胆固醇也就没那么可怕了。祝大家都能吃得开心，活得安心，为心脏和血管把好每一关。